各位长辈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用生命换来的用药真相。高血压患者天天按时吃药，却依然中风、心梗、血压失控。根本不是药没用，而是你完完全全吃错了。在常年的门诊工作中，我见过太多令人痛心的真实案例。很多长辈明明确诊高血压后，一直按时去医院开药，每天都乖乖把药吞进肚子里，从来没有偷懒，可最后还是没能躲过危险。有的患者一脸委屈地跟我说，我每天都坚持吃药，怎么血压还是冲到160，170毫米汞柱，头晕头胀的症状一点都没缓解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不少患者药吃了，却在半夜突发心肌梗死，清晨起床时突然中风倒地，给整个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伤痛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绝大多数时候，问题根本不在于你没有吃药，而在于你用错误的方式吃了药。降压药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把药片放进嘴里，喝一口水咽下去就大功告成。吃药的时间不对，搭配的水源不对，服药前后吃了禁忌的食物，哪怕只是一小口，都会让这颗本该救命的药变成毫无作用的粉末，甚至变成损伤身体的毒药。今天我不讲复杂难懂的医学理论，只用我20多年的临床实战经验，手把手教大家把降压药吃对、吃安全，让它真正成为守护我们生命的护身符。不管你是刚查出高血压的新患者，还是已经服药10年、20年的老病友，也不管你是为自己了解，还是家里有高血压需要照顾的长辈。今天的内容请你一字一句认真听完，这里面的每一个用药细节都能在关键时刻保护你远离心脑血管危险，保住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幸福。高血压用药的第一核心要素就是精准把控服药时间，这是控制血压的基础，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致命误区。我在门诊每次问患者，你的降压药都几点吃？得到的回答大多是随便吃，早上起床想起来就吃，有时候忙忘了中午甚至晚上才吃，总觉得一天吃一次就行，只要吃进肚子里就没事。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我都替大家捏一把冷汗。这种随意的服药方式真的极度危险。我们人体的血压有非常规律的生理节律，医学上称之为2风1谷。这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压时钟，早上6点到上午10点是一天中第一个血压高峰。人从睡眠中苏醒，交感神经开始兴奋，身体就像刚启动的引擎，血压会快速攀升。这个时段也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期，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第2个血压高峰。忙碌一天后，身体压力上升，血压再次升高。到了夜间睡眠时，血压会自然下降，形成低谷。为什么清晨容易发生心肌梗死、脑中风？就是因为清晨高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，风险会成倍增加。了解这个节律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安排服药时间。对于大多数血压呈白昼高、夜间低的患者，长效降压药一定要在早上起床后立刻服用。药物进入体内需要崩解、吸收才能达到最佳药效。早上准时吃药，药效峰值刚好能对上清晨血压高峰，从源头压住危险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早上吃药。临床中还有一类患者属于反一型血压，这类患者晚上睡觉时血压不但不降低，反而持续升高。他们大多体型肥胖，有严重的睡眠、呼吸暂停综合征，也就是睡觉打呼噜特别严重，或是肾功能存在异常。这类患者早上吃药无法覆盖夜间血压，需要医生调整为睡前服药或是分次服药。大家千万不要看邻居、朋友早上吃你就跟着早上吃，也不要模仿别人晚上吃药。最科学最稳妥的方式是去医院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，或是居家每天早晚固定时间测量血压。
认真记录数据，带给你的主治医生，让医生根据你专属的血压规律，制定最适合你的服药时间。这一步做对你的血压控制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搞定服药时间这个关键问题，接下来我们要讲更细致、更关乎安全的用药内容，那就是5大类降压药的精准服用方法，每一类药的特性、服用要求、饮食禁忌、副作用应对都不一样。大家可以立刻拿出家里的药盒，对照药名一一匹配。首先说普利类药物，代表药有依那普利、卡托普利、贝那普利，这类药是临床经典用药，对心脏和肾脏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其中短效的卡托普利受食物影响非常大，饱腹状态下服药，食物会阻碍药物吸收，药效直接折损一半以上，必须空腹服用或是饭后2小时再吃。现在的长效普利类药物受食物影响小一些，但养成空腹服用的习惯更稳妥。服用普利类药物最常见的副作用是干咳，不是感冒引起的咳嗽，而是喉咙发痒的无痰干咳，严重时会影响睡眠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不要自己买止咳药硬扛，也不要擅自停药，及时回诊告诉医生。更换药物后，干咳症状几天内就会消失。再来说沙坦类药物，代表药有氯沙坦、焦沙坦、鄂贝沙坦，这类药是目前临床非常常用的降压药，副作用少，不会出现普利类药物的干咳问题。对服用时间没有严格限制，饭前饭后服用都可以。食物对药物吸收影响很小，特别适合中老年患者，容错率更高。但沙坦类药物有一个注意点，就是怕油腻。服药期间如果大鱼大肉，吃过于油腻的食物，会干扰药物发挥作用，延缓药效起效时间。只有清淡饮食配合规律服药，才能让药效达到最佳。接下来是地平类药物，代表药有氨氯地平、硝苯地平，这类药应用范围极广，降压效果强劲，对老年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控制效果尤为突出，需要每天固定时间服用，保持体内药物浓度稳定。这类药有一个绝对禁忌，我必须用红笔划线打3颗星，重点提醒：服用地平类药物期间，绝对不能吃葡萄柚、西柚以及任何含有葡萄柚成分的果汁、饮料。葡萄柚中含有啜南香豆素，这种成分会抑制肠道和肝脏中代谢药物的关键酵素，相当于锁住了药物的代谢通道，导致药物无法正常排出，大量蓄积在血液里。吃1颗药的效果相当于一次性吃了10颗，会引发严重低血压、休克，甚至危及生命。而且葡萄柚的抑制作用能持续24小时以上，不是间隔几小时吃就安全。只要在服用地平类药物时，就必须彻底远离葡萄柚。然后是利尿剂类药物，代表药有氢氯噻基、罗内酯，这类药通过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钠离子，降低血容量来实现降压。利尿剂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服用技巧，就是必须在早餐后服用，绝对不能晚上吃。如果晚上服药，夜间会频繁起夜上厕所，严重影响睡眠质量。睡眠不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，第二天血压反而会升高，得不偿失。早餐后服用，下午就能完成排尿，晚上可以安稳睡觉。另外，服用非保钾型利尿剂的患者会随着尿液流失钾离子，容易出现乏力、腿抽筋、心律失常，需要适量补充香蕉、橘子、马铃薯、深色蔬菜等含钾食物。但如果服用的是罗内酯这类保钾利尿剂，或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，千万不能额外补钾，否则会引发高钾血症，导致心脏骤停。这一点一定要提前问清楚自己的主治医生。最后是肤受体阻之剂，代表药有美托洛尔、比索洛尔，这类药不仅能降低血压，还能减慢心率，适合冠心病、心绞痛、经常心悸的患者。其中美托洛尔建议空腹服用，
因为食物会增加它的生物利用度，饱腹服药会让药物吸收过快，过多血药浓度突然升高，导致心跳过慢，出现胸闷、头晕、浑身无力的症状。空腹服用能让药效平稳释放，更安全。讲完5大类降压药的专业服用方法，我们再来说说用药过程中那些隐藏在生活里的致命细节。这些小事看似不起眼，却随时可能引发危险。首先是送药的水源，这是最简单却做错的人最多的环节。很多人习惯用热茶、冰可乐、果汁送药，甚至直接干吞药片，这些做法全都是错误的。干吞药片容易粘附在食道壁上，部分降压药腐蚀性较强，会直接灼伤食道黏膜，引发食道溃疡。茶水、咖啡中的铂酸、咖啡因、果汁中的成分都会干扰药物吸收，降低药效。送药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100到200毫升的温开水，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，足够的水量能把药物顺利送入胃部，帮助药物崩解吸收。其次是服药姿势，对于老年人以及血压波动大、容易头晕的患者，我强烈建议坐着或站着服药，千万不要躺在床上吃药。卧床服药容易让药物滞留食道，影响吸收，还可能损伤食道。服用强效降压药后，如果突然站立，容易引发姿势性低血压、眼前发黑、摔倒受伤。服药后休息10分钟再活动，才是最安全的方式。在水果饮食上，除了地平类患者严禁葡萄柚、进口红柚、白柚也需要谨慎。普通柠檬、橘子、柳丁公南香豆素含量低，相对安全，但也要和服药时间间隔2小时以上，避免成分干扰。还有盐分控制，盐是血压的天然增压剂。服用降压药期间，如果大量食用咸鱼、腊肉、泡面、浓汤等高钠食物，再有效的降压药也无法发挥作用。严格做到少盐、清淡饮食，才能让药效翻倍。讲完所有用药细节，我们必须牢记高血压用药的核心原则，那就是医疗个性化，药方绝不通用。这是我在门诊反复叮嘱每一位患者的重点。很多长辈喜欢在小区、公园交流病情，互相推荐药物，看到别人吃某种药效果好，就自己买来吃，这是绝对的大忌。每个人的年龄、身体状况、基础疾病都不同，用药禁忌也天差地别。孕妇和备孕期女性绝对不能服用普利类、沙坦类药物，这类药物会导致胎儿畸形，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甲基多巴。有气喘病史的患者不能随意服用湿受体阻滞剂，否则会诱发支气管痉挛，加重呼吸困难。肾动脉狭窄的患者禁用部分降压药，否则可能引发肾功能衰竭。药方就像我们的指纹，是专属的，绝对不能借用。同时，大家要学会感知身体的反馈，这是调整用药的关键依据。如果每天早上起床后感觉头重脚轻，走路像踩棉花，大概率是药量过大。血压降得过低，如果脚踝出现水肿，按压后有凹陷，大多是地平类药物的副作用。如果持续干咳，就是普利类药物的反应。出现这些症状，不要隐忍，更不要自行停药、减药。正确的做法是准备一个小本子，记录每天的不适症状，居家定时测量血压，把症状和血压数据整理好，复诊时带给医生。我们临床医生最希望看到患者带这样的记录，只有掌握真实的身体反馈，才能帮你把药量、药种调整到最合适的状态，既稳定控制血压，又没有不适症状。最后给大家明确高血压的控制达标标准，让大家清楚知道怎样才算吃药有效。一般人群居家自测血压，达标值为135毫米汞柱以下，医院诊室测量的达标标准是140毫米汞柱以下。如果合并糖尿病、慢性肾病，达标标准更严格，需要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以下，只有达到这个标准，降压药才算真正吃对。
吃到位。其实高血压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对用药细节的轻视，对错误做法的侥幸。一颗小小的降压药包含的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，更是对家人的责任。只要精准把控服药时间，用对服用方法，避开所有禁忌，严格遵循医嘱，按时监测复诊，降压药就能成为守护我们血管的守护神，让我们远离中风、心梗、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，安享健康生活。希望今天的临床用药干货能帮每一位高血压患者解开用药疑惑，远离用药风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就在评论区留下健康吃药4个字，时刻提醒自己重视用药安全。也请你把这条内容转发给家里的父母、长辈以及身边每一位高血压患者。你的一次转发可能就能守护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幸福。请大家点赞、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慢病用药的实战知识，全心全意守护大家的心血管健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